好热。云洛家只感觉自己在火里被炙烤，热得浑身难受。胆子可真够大的，我看你是活够了。云洛家艰难地睁开了双眼，刚一睁眼，就看到一只手带着凌厉的掌风向着他的面门袭来。大哥，等等，别这么暴躁啊！他动作利落，一把抓住那只手臂，大拇指快准狠，找准穴位按了下去。那双手臂快速软了下来，接着就被云洛家举到了头顶。此刻云洛家感觉脑袋晕乎乎的，他猛地甩了甩头，快速捕捉到了几个关键点。他穿越到了李王朝，是丞相府刚刚找回来3天的痴傻嫡女，今天跟着贾千金来参加贵妃的赏花宴，结果被算计中药了。你哪来的疯女人？男人狠狠地瞪着云洛家，可是被云洛家按了穴位，手臂麻了，使不上劲儿。云洛家的身体好似在被灼烧，一种难言的感觉在逐渐吞噬他的理智。云洛家轻身贴近男人，寻求他身上的凉意，声音也不受控的娇软。帮个忙，解开我的穴。这里是皇宫，他的药不解的话，这个样子出去随时都可能没命。他用仅剩的理智立刻做了选择，身上的药必须马上解。身下的这个男人好看，他不吃亏。他把自己的衣服扯得差不多，就一把扯开男人的衣服，咬着牙低头喊了一句：不需要你负责，你若是需要负责，去丞相府找我。君清燕没想到自己会沦落到被一个女人给糟蹋了，说出去他这张脸算是不能要了。片刻后，解药工具人用完，云洛家快速地套上外衣，还贴心地给男人整理好了衣服，用被子把男人裹了起来。身为神秘古医世家嫡传人的云洛家，不仅从小医术天赋极高，听力更是天生的好。他隐约听到外面有脚步声往这边而来，捉奸的时间算得倒还挺准的。要不是这个男人不太行，他们来的时候刚好的确是可以捉奸在床。得罪了，算我欠你一个人情，有机会还你。你不会有命还人情的。君清燕此时手臂还使不上劲儿，要不然的话，云洛家只怕要当场丧命。嘘，无奈之举，尽量。既然这男人不配合，那就只能用下策了。外面的脚步声越来越近，云洛家嘴上说着见谅，却是动作利索，把男人连被子一起拖下床。君清燕连着被子跌落在床下，身上滚落出一块玉佩。云洛家捡起玉佩，瞳孔瞬间放大，这不就是他摸了一下就穿越而来的那个玉佩吗？这玉佩你……话没问出口，脚步声就已经到门外，他赶紧把君清燕塞到床底。大殿的门被打开的一瞬间，云洛家的身影已经消失在了大殿内。殿外的风吹起床单，床底的君清燕认命般的闭上眼睛，缓慢抬起手，扯出嘴里的水蓝色肚兜，咬紧了牙关。丞相府，好得很呐，这个女人死定了。你不是说姐姐过来这边休息的吗？人呢？我明明是看着七小姐进屋的，人在哪儿啊？就是云梦瑶安排了一个男人在这里跟云洛家苟合，云洛家那个傻子冬青是亲眼看着他进去，他根本就不可能逃脱。啊，这里怎么这么热闹啊？赏花宴结束了？姐姐，你喝多了怎么没躺着休息啊？我还以为你走丢了，正担心着呢。哼，是担心我走丢了，还是担心自己给我下的药没用啊？你带着这么多人来这里，不会是做了什么龌龊安排，故意想毁我名声吧？姐姐说什么呀？我什么时候给你下药了？你这不是好好的在这儿吗？这云洛家不是一个傻子吗？怎么现在看着非但不傻，还知道他给他下了药？哦，我好好在这，你很失望呀？让你失望了，真是不好意思了。宫里不方便搞事，云洛家转身便走。婚宴结束了，那我就先回府了，你跟上。云洛家远远的看到有个侍卫推着轮椅过来，从他身边经过时，他低低说了一句：在床底。君清燕的贴身侍卫没明白云洛家的意思，扭头看向云洛家，却猛然醒悟过来，推着轮椅快速往那边宫殿走去。王爷，属下该死吗？君清燕的眼神扫了过来，想到方才被那个女人欺辱至此，不由得气笑了。
先活会儿。出宫，去丞相府。大林子有些疑惑。哎，王爷不是从来不和丞相府来往，怎么突然要去丞相府？看了一眼君清燕手里的肚兜，欲言又止。多话。突然去丞相府，当然是让那个大言不惭、不知羞耻的女人负责。你们主仆俩做的事情我都清楚，我警告你们，以后少惹我，不然，到时候你们纤细的脖子就会这样嘎嘣一下了。云落家松开两个人，懒洋洋地开口：“想安稳的活着，就给我安分守己点儿，少惹我。”七小姐，您回来了，快跟我回院子里去。宁远侯世子在前厅和老爷闹着要退婚呢。云落家想到了今天的那个男人，万一找上他负责，他不能翻脸不认账。去看看。哎，我的小姐，这可不是你能出面的场合。老夫人交代了，让你们赶紧回自己的院子。云落家不理会墨兰，自顾自地继续往前厅走去。青鸾跟他说过，这穆北巡是个十足的纨绔，他吃喝玩乐、打马遛鸟，一点正经事不干。正妻还没娶，府中已经有了8个田房，是个色批。这个婚他肯定是要退的。不要以为你是宁远侯世子就可以这样羞辱我家七妹妹。我七妹妹是比一般人要简单纯良些，并非傻子。哥哥们好。佳儿，你怎么过来了？云华旭蹙眉看向云落家，眼底带着担忧之色。我有事情要说，爹爹别着急。世子脸色暗淡无光，眼睑与面部浮肿，眼下青灰一片，是纵情过度肾虚之症状。你身体这么虚，想娶我都不嫁。这婚要退便退，只不过是我退你穆北巡的婚，而非你宁远侯府退我丞相府的婚。你，丞相大人，你们丞相府的大小姐就是这般教养。世子不要恼羞成怒啊！你这肾虚之症，我可不是信口胡说。我劝你别在这闹了，赶紧去找个大夫好好诊治一番，否则日后你府中那些田房啊，都该跑完喽。还有，我是药王谷长大的野孩子，并非丞相府教养。你来找事儿，无非是想退婚，你姐回去等着吧。明日，丞相府就会上门退婚的。谁说他云华旭的闺女是个傻子？哪家傻子说话这般咄咄逼人，这般伶俐，还能处处的戳人痛处？云落家的那几个哥哥也惊呆了。前厅不远处，这丞相府乡野长大的大小姐也太野了吧！哼，办事更野。王爷，我们现在过去吗？看会儿戏。云落家，你欺人太甚！穆北巡一时气急，从腰间抽出骨鞭就抽了过来。小舞云逸见状，一步上前就挡在了云落家的身前，想要替云落家挡下这一鞭子。在鞭子即将落下之时，却被云落家的小手拦截住了。掌心传来的刺痛让云落家皱起了眉头。云华旭和几个儿子快速围了上来。佳儿，来人，快去找大夫！穆北巡，你竟敢伤我七妹！穆北巡见自己伤人，心里不由得发虚，又不敢抽出鞭子，当即扔下鞭子，转身带着人跑了。我没事儿。云落家松开手里的鞭子，掌心鲜血如注。他去袖袋中想要掏帕子止血，却突然摸到了君清燕的那块玉佩，只觉得玉佩突然烫了起来。下一刻，他的大脑轰鸣一声，脑海里浮现出了熟悉的医药库房。这个库房是他在现代家族的私人药库，里面天才地宝、医疗器械全部齐全。他意识到了什么，心中一喜，用意念寻找到了止血药和绷带。绷带和止血药就出现在他的手里。呵，这么神奇啊！不长眼的东西，敢动本世子，本世子打断你的狗腿！穆北巡在地上挣扎着，但是一抬眼，13皇叔君清燕。看到君清燕，穆北巡瞬间老实了。云家五郎见过安宁王。云落家正在给自己包扎伤口，陡然听到外面云逸的声音。安宁王是谁？安宁王是当今圣上最小的弟弟，历王朝的战神，是令邻国闻风丧胆的人物。只可惜啊，如今双腿不能行走，这2年身体也弱了。佳儿啊，为何突然问起安宁王来了呀？云落家把绷带头塞好，抬头就看到前厅门前轮椅上的君清燕。
他抬头对上了君清燕的眼睛，稍稍一愣。因为他来我们家了。他似乎惹了不该惹的大人物，不但把人糟蹋了，还塞床底了。他这么快就找来，是兴师问罪，还是来找他负责的？负责的可能性不大，大概率是找他兴师问罪的。见过安宁王。各位免礼。王爷请上座。是本王来的突然，丞相大人请坐吧。你伤了七小姐？云落家到现在也没琢磨透，君清燕来这儿干什么？回王爷，是七小姐她出言不逊，出口伤人。谁出言不逊啊？宁远侯世子一句一个我是傻子，来我丞相府吵闹，倒成了我出言不逊，出口伤人了。你说本世子有病，还让我回去找大夫医治，还诅咒我的田房都跑了，不算是出口伤人吗？你确实有肾虚之症，我说的都是事实，怎么能叫出口伤人呢？云华旭看了一眼君清燕，只见君清燕的脸上并没有不悦之色，只是神情有些莫辩。佳儿莫在王爷面前失了礼数。失礼算什么？我对他做的事，他要是计较的话，要我的命都算轻的了。无妨，本王远远听着宁远侯世子是来退婚的，丞相府七小姐也同意了。既然这样，本王做主，这婚就退了吧。听闻安宁王不喜欢麻烦事，没想到他连这种事都要管。谢王爷做主。婚是退了，他人的事情还是要负责的。君清燕这才望向云落家，眼中大有深意，似笑非笑地问他：七小姐觉得穆世子该如何处置？负责2个字，君清燕咬得稍稍重了些，只听得云落家心头一颤。果然，这位王爷找上门来是来兴师问罪的。七小姐如何想，可与本王说说看，本王给你做主。云落家看不透君清燕想干什么，可是他做都做了，也没再怕的。我挺喜欢穆世子这个鞭子的，要不就当世子赔我的医药费吧。世子觉得如何？这鞭子可是3000两。穆北巡一边说着，一边抬头看到君清燕微眯的眼神，话锋即刻一转：七小姐喜欢拿去便是，七小姐千金之缺，我回府再让人送些补品过来。七小姐，我觉得就这样吧。云华旭和丞相府的几位公子见君清燕频频地看向云落家，心中不由得打鼓。传闻安宁王不近女色，可他今日看着自家七妹的眼神不算是清白啊。几个人心里咯噔一下，这安宁王不会是对他们的七妹有想法吧？既然七小姐说就这样了，那就这样吧。你去吧，大林子，你送穆世子回府。穆北巡走后，君清燕看向云华旭，唇间带着浅浅的笑意。丞相大人，本王这次来其实是找七小。王爷是来找我看病的。父亲，哥哥们，你们先出去一下。冒犯王爷实在是无奈之举，我也不知道您的身份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别跟我计较了。知道本王的身份，七小姐就不会拿本王当解药的。应该还是会。云落家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诚实，毕竟王爷长得好看嘛，而且又刚好在那儿。他这么直白坦然，君清燕一时倒不知该说些什么。他倒是对自己的清白毫不在意啊。这样吧，我给王爷医治腿，当对王爷的不敬赔罪了，如何？君清燕闻言，脸色瞬间就冷了下来。这就是七小姐说的负责。云落家懒得跟他打哑谜，开门见山：王爷想怎么样直接说吧，要杀要剐还是要怎么样，我照做就是了。君清燕的眼睛倏然眯起，眼底凝结了几分寒霜，身上散发着高位者的威压。云落家此时才感觉到君清燕似乎真的不好惹。我脑子不好使，猜不透王爷的心思。我想王爷身份高贵，身边定然不缺女人，应当不是要我负责的。要是想责罚我，我觉得不如让我给你医治腿，将功补过。本王的腿自有御医医治，如何处置七小姐对本王的不敬，且日后再说。这是要云落家还他玉佩。云落家看了看他俊美的脸，又低头看了一眼他略带跛茧的手，装傻充愣的把手放到了对方的掌心，还故作羞涩的看着他。我一个乡野长大的，实在是配不上王爷，但若王爷想要，
那我也只能从命了。七小姐不会连东西都不想还吧？这小姑娘装傻充愣倒是会得很。其实，云落家收回手，转移了话题。王爷的身体不是太好，那方面也需要调理。御医院的御医医术都不如我觉得王爷还是需要我的。道理来讲，玉佩是君清燕的，他确实该还给他。可是那块玉佩无意中绑定了他的医药库房，他还想留着研究一下。那块玉佩是我母妃留给我之物，无法赠与你，还于本王。毁他清白之事他不计较了，如今东西竟也不想还给他，这姑娘到底哪儿学的赖皮？王爷能不能借我关上2天？2天后我亲自送还给王爷。趁着这2天，他找个仓库，把他的宝贝全部从空间里取出来。本王的东西，自然只有本王的王妃有资格赏玩。就2天，2天后我送王爷一份大礼作为回礼。君清燕没有接他的话，但掌心朝上的手说明了他不同意。云落家咬了咬牙，决定耍个赖。他把玉佩往怀中一塞，愣了一下，快速转身。他好像没穿内衣。君清燕看到他的反应，瞬间明白了缘由。他的耳根倏然泛起了红色。2日之后，你亲自送去王府。云落家的那个肚兜还在他的袖笼中呢，那种私密的东西，君清燕实在是无法当面拿出来还给他，回去丢了罢了。哎，安宁王没对你做什么吧？你刚才怎么就把我们推出去了？你是不是有什么把柄在他手里啊？七妹，你今日这般行为有损你的名节，你怎可让自己跟男子关门独处啊？佳儿啊，你跟爹说实话，今日跟安宁王在宫中可发生了什么呀？云落家的心里感叹云华旭不愧是身居高位，可这种失了清白的事，在古代那是翻了天的大事，他当然不能承认。没有啊，就是在宫里时，我看到他坐轮椅，就好奇的过去看了2眼，跟他说他的腿我能医治，他这才招来了。真的，你们也知道我是药王谷长大的，我的医术可还是药王谷最好的呢。没有就好。安宁王不是我们可以招惹的，你日后还是远离为妙。为何要远离？他与你政见不合？那倒不是，只是这安宁王性情阴晴不定，手段狠辣，连皇上都忌惮他几分呢，少接触为好。功高盖主被皇帝忌惮？不全是，皇家之事不可。佳儿啊，你跟爹说，之前你是不是在装傻呀？怎么突然就不傻了？老大查了一下他这些年的事，药王谷的人对他倒也还算不错，不过也免不得有导致他需要装傻活下去的隐情。外面的日子不好过，就算是云落家装傻，他也能够理解。这些年实在是苦了他了。装傻好办事吗？云落家不是个傻子，而且还会医术这件事，经过1个下午，整个丞相府都知道了。佳儿来了，快过来坐。乖孙儿，来奶奶身边坐。坐在末位的云梦瑶见大家现在都围着云落家转，这原本都是属于他的宠爱，可现在都被云落家给抢了。小瑶瑶多吃点。谢谢六哥哥。大家都疼他，没人疼你了，六哥哥疼你。六哥哥别这么说，都是因为我，姐姐才在乡野吃了这么多年的苦，奶奶和爹娘对她好些是应该的。这云容真不愧是个没脑子的，竟然真的能当众说出这些话来，也不亏他下午演的那场戏。这事又不是你的错，别把事情都往自己身上揽。你永远是我最疼爱的七妹。老六，吃饭就吃饭，哪里那么多话？爹，是我说错了话，别怪六哥哥。我哪里说错了？瑶瑶怎么说也是跟我们一起生活了10多年的，当年换孩子的事情又不是她的错。云落家回来之后，你们谁还把她当成云家的女儿了？你们都不在乎她会不会难过？我们何时不把瑶瑶当云家孩子了？缺她吃还是少她穿了，还是让她住下人房了？他自认家里没人把换孩子的事情怪到云梦瑶的身上，他到现在吃喝穿用依旧是嫡女待遇，他还亲自交代下去了，不允许任何人怠慢他，还要如何呢？云落家看了会儿戏，觉得这云梦瑶的演技实在是不怎么样，他决定亲自给她示范一下。奶奶，都是我的错，您别气坏了身子，是我不该回来，
我回来让妹妹难过了。我在药王谷采药养鸡，活得也挺好了。我不想看到你们因为我不高兴。你们把我送回去吧。那么多年，我都没有见过奶奶和爹娘，回来看到你们就想亲热。可我真的没想让妹妹难过。云洛家从小到大，形形色色的人见多了，区区一个白莲花，他手到擒来。别瞎说，你是我袁家的七丫头，怎么能把你送走呢？娘的闺女，别难过了，这些年你在药王谷受苦了，谁敢说你的不是，娘跟他没完。小七在外面受了这么多年的苦，回来你这个做哥哥的不心疼就算了，还净说些让他伤心的话。瑶瑶啊，虽然你不是我们亲生的，但也是我们养大的呀。我们疼爱佳儿，是因为佳儿这些年受了太多的苦了，你不该因为佳儿回来就难过，你这般心胸有些狭隘了。你们都是我的孩子，我希望你跟姐姐能够好好的相处。冒昧问一下，姑娘是从何处？药王谷，家是药王神医。公子的病症也有10多年了，常伴有咳嗽的症状，一直用针灸珍贵药材压制，最近严重了，胸痛心慌呼吸急促的次数变多了，药物也压制不住了。可对？确实如此。与我医治的大夫最近常叹息，我这病怕是好不了了。我能治，但是诊费很高，公子可能接受？只要姑娘能医治好我可奉上万金酬谢。啊，万金？云逸不敢置信地瞪大了眼睛。不要那么多，就正常收费。我医治好你的病，诊费收你5000两。好。君景霄见云洛家竟然敢要价，心中对他能治他的病也就更加相信了几分。云洛家的神色突然一凛，忽然望向窗外，在朗月拔剑之前，一根钢针从指尖飞了出去。朗月已经在瞬间从窗口飞身而出，去寻找想要暗杀君景霄的人。云洛家走到暗器旁蹲下，拿出帕子包住暗器，竟然还淬了剧毒，看来这人是真的想让你死啊！救命之恩不必言谢，3000两。我的命可不止3000两，姑娘帮我查出暗器所淬之毒，我给姑娘5000两。没问题。淬炼的是一种蛇毒，毒蛇应当是3不等。蛇毒救治即使还有活，但里面添加了些植物毒素，这毒无解，一滴就可让人命丧当场。姑娘可知道这种毒出自何处？我又不是白晓生，我只知道此毒我可以解，出自何处这种问题为难我了。姑娘不是说此毒无解？别人无解，我可解。阁下还有问题吗？谢谢姑娘解惑，没了。大白天都有人要暗杀你，我很好奇公子的身份。君景霄正要说话，雅间的门却被人从外面打开。小皇叔。主子，人跟丢了，安宁王令大林子去追了。云家三郎见过宁安王。云洛家看到君清燕，就只觉得是袁家路窄。七妹，行礼啊。云家小妻问安宁王安。云家小妻？哪个云家？可是太子太傅家的。云华旭不仅是当朝丞相，更是太子太傅，亦是皇学的老师。回三皇子正是那个云家。云宇此时已经知道了君景霄的身份。李王朝患有心疾，称呼安宁王小皇叔的唯有三皇子君景霄。君清燕的视线淡淡扫过云洛家。丞相没找人教导七小姐规矩吗？回安宁王家父。本王问的七小姐。是，云鱼知错。云洛家见哥哥跪下，眉头轻蹙，却是很规矩的回话。回安宁王，我爹说我在乡野生活惯了，规矩不是一日可学成的，让我放纵些日子再学。古人的身份阶级太过麻烦，高位者掌握生杀大权，动辄就得下跪求恕罪，多说句话哪儿就错了呢？臣女不懂规矩，就不在这里打扰安宁王与三皇子了，我们这就告退。君清燕还没回话，他就拉起地上跪着的云鱼和旁边的云逸，赶紧从雅间退出去。明日七小姐记得还本王东西。知道了。看着关上的门，君景霄微微眯起眼眸，看向君清燕。小皇叔与丞相家七小姐相熟。他本来是想先让人查一查云洛家的身份，确定他的身份才会让他给自己看病，不曾想云洛家是丞相府的人，那便无法信任了。
见过两面，你觉得我若是娶了丞相府七小姐，丞相还会站在太子一边吗？小皇叔是认真的？不是，我就算是要娶她，也不会是为了拉拢丞相，我又不争权。之前的那件事虽说是云洛家强迫了他，可到底他的清白也给了他。小皇叔动了凡心了。君景霄心目中神一样的小皇叔居然动凡心了，而且还是对一个行礼都不会的乡野长大的丫头。君清燕的嘴角笑意不明，既不承认也不否认。你怎会与他们在一起？丞相家这七小姐就是药王神医的徒弟，他只看了我几眼便猜出我患有心疾。我有些怀疑他本身就认出了我，接近我是别有目的。但他说接近我只是为了给我治病挣钱，我并未全信。他是否有意接近皇叔了？我怀疑他别有目的。君清燕垂眸沉吟，半晌才开口：许是你想多了。好巧呀，姐姐也来这里看风景。哼，怎么觉得这里也该属于你？我来了就是占了你的地方？这2日事情多，他都没有抽出空去找云梦瑶的事儿，他这会子倒主动凑了上来。姐姐怎么会这么想？我从来没有觉得姐姐抢了我的东西，姐姐不要生我的气，好不好？云洛家的眼角余光往假山那边扫去，却闭唇不语。姐姐，不要啊！云梦瑶突然惊叫，整个人就栽入了莲花池。救命啊！救命！救命啊！七小姐把小小姐推下荷花池了！还不等云梦瑶反应过来，云洛家就已经跳入水中，在她的耳边低语了一句：“是你找死，别怪我。”说罢，他就一把拉着云梦瑶潜入水下，禁锢住她挣扎的双手，将她拖进了池塘深处。云梦瑶在水下挣扎着呛了好几口水，惊慌恐惧的挣扎，却看到云洛家嘴角冷厉的弧度，顿时心如死灰。云洛家把她缠着拖入荷花池中间，放开禁锢她的手，一脚把她往深处踹了过去，然后自己快速往池塘边游去。在冲过来救人的云鹤下水之前，他浮出水面，拼命地拍打呼救，而云梦瑶已经无力挣扎，沉了下去。大哥，后腿抽筋了，快去救瑶瑶！啊，没事，别人去救了，有大哥在呢，别怕。小姐，你醒醒呀！七小姐，你快让开，我看看。想陷害他，也得他给机会。云洛家在他身旁蹲下，双手放在他的胸膛，给他做起了心肺复苏。给他最后一次机会吧，若是他再有下次，就绝不留他。只见云梦瑶咳了一口水，缓缓地睁开眼睛，她的视线对上云洛家凌厉的眼神，哇的一声哭了出来。想起刚才差点死在云洛家的手里，他愣是一句话都不敢说。瑶瑶醒了，真的醒了，七妹可太厉害了。我送七妹回去换衣服，老五老六把瑶瑶送回去，再找大夫给瞧瞧。走过后花园的圆形拱门，云鹤才出声询问妹妹：七妹，刚才是怎么回事啊？我跳下去为了救人，大哥信吗？我信。云梦瑶自小就心思重，犯错的时候最喜欢让老六去顶缸，每次打完下人还会委屈地哭着装模作样转移长辈的注意力。云鹤把云洛家送回，就去了云梦瑶的院子。奶奶和母亲最讨厌内宅争斗，她身为长子又是嫡子，必须要提点一下云梦瑶，实在不行抽空跟父亲提一提，给云梦瑶找个婆家嫁出去便罢了。瑶瑶跟嘉儿是不是八字不合呀？不然找人算算吧。哪里就信这个啊？我觉得就是性子不合。你也知道，瑶瑶那孩子心思重，嘉儿这孩子又比较活泼，两个人的性子实在处不到一起去。也是，他们俩都及笄了，这虽然退了宁远侯府的婚呐，该考虑一下婚事了。可瑶瑶的身份也没人愿意来提亲。嘉儿刚回来，我就想着留在身边一段日子吧。我也想留在奶奶和娘身边，才不要这么早就嫁人呢。奶奶别担心了，瑶瑶就是不小心掉进去了，我一心急就跳进去救她，没想到脚抽筋了，差点把自己也溺死。还说了，奶奶听到你们掉池塘了，都要吓死了。娘也不舍得这么早把你嫁出去，但也怕留久了难嫁。
赶明儿我跟你爹商量一下，看看谁家的未婚公子合适。这次可得擦亮眼给你找。你瞅瞅你爹之前定的那个定远侯家的那什么玩意儿，那种人嫁过去就是活受罪。娘，奶奶，先别说这个事情了，我们去看看瑶瑶吧。云梦瑶因溺水加上惊吓过度，一回来就昏迷不醒，还发了高烧。看着云梦瑶这个样子，老夫人和江氏也都心疼。老夫人摸了摸云梦瑶的小脸，又找来大夫询问了一下具体情况，吩咐婢女细心照料。江氏看了会云梦瑶，给她盖好被子，扶着老夫人离开了。云洛家说是想在这儿陪陪梦瑶，就单独留下来。七小姐，你要对我家小姐做什么？自然是让你家小姐早点醒过来，难不成是想要她的命？七小姐，你不能对……春桃的声音戛然而止，身体一软，缓缓地往地上倒去。冬青正要惊呼，半个时辰就醒了，你带她去休息。我要是想对云梦瑶怎么样，在池塘边就不会救她。你要是也想在这闹，我就让你也睡半个时辰。两个碍事的婢女打发走了，云洛家才对着云梦瑶开始施针。来人，快来人啊！别吵，我是不是警告过你，再整幺蛾子就掐断你的脖子？看到云洛家眼底的杀气，想起今日被他拉在水底的那种窒息感。我错了，姐姐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别杀我。哼，今日若不是我救你，你现在大概已经去见了阎王，应付效率高点儿。你这会应该喝了孟婆汤，在哪家猪圈投胎了？姐姐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一时糊涂，不要杀我。我在外面过了15年粗茶淡饭的日子都没怨恨，你有什么好怨恨的？好歹相府的人对你都很好，你以为排挤掉我，你就依旧是相府唯一的大小姐了？倘若我出事儿了，你在相府才是没有了立足之地。人贵在知足，你若安安分分的，就还是相府的小姐。倘若还想继续不安分呢，我有1万种方法让你死得悄无声息。你觉得突发疾病暴毙好，还是高烧不退病逝好呢？姐姐，我想活着，我再也不招惹你了。姐姐，我以后不敢了。可是我不信你，这是毒药，没有解药的话就会穿肠烂肚而亡，死前痛苦不堪。这个毒只有我能诊出来，不要妄想有人能帮你解毒。你不惹事儿，我每个月会给你1次解药，吃了它，我让你活着。云洛家见他磨蹭的样子，顿时失去了耐心，一只手扼住他的下巴，快速地把药塞到了云梦瑶的嘴里。每月15去找我拿解药，乖一点的话，我一高兴就帮你把毒给解了，说不定你还能嫁个好人家，幸福一生。倘若再找事儿，就等死吧。家里人跟着云梦瑶在一起生活了10几年，云梦瑶要是死了，他们定然伤心。所以云洛家并非是对云梦瑶心软，而是不想让家里对她好的那些人伤心难过。我知道了，我会很乖的。哦，还有，老六那个傻蛋是真心对你好，别总利用他。你为何会使穿云枪法？那是本王自创的枪法，从未传人。当真是王爷自创的枪法？大胆，竟敢质疑王爷！我这人天生胆子大，要分你一半不？你胆子也不小，主子不说话，你那张嘴倒是没停。站远点，别说话。小林子领命，很是不爽地看了云洛家一眼。确实是本王自创啊。说实话，这事儿我也不是很清楚，也跟王爷说不清。我只能说，咱俩可能有某种渊源。这么多的巧合在，云洛家严重怀疑君清燕跟自己的云家老祖宗有某种联系。云家族谱上有记载，第1代家主名叫云颜若，而且是个女子，并非是君清燕。可是为何君清燕的龙吟枪、穿云枪法还有玉佩都成了云家的传家之物呢？本王的玉佩呢？王爷，我想做你的王妃。君清燕一时愣住，旁边的大林子和小林子都震惊了，不敢置信地看着大言不惭的云洛家。君清燕是李王朝的战神，长相俊美无愁，是多少名门小姐爱慕的对象。
哪怕是他贪了，想做安宁王妃的人依旧是不计其数，可从没有人敢如此的明目张胆，更没有人敢跑到王爷面前说这种话。七小姐就这么喜欢本王的玉佩，竟不惜以身相许。来，坐过来。七小姐哪里来的自信，本王会娶一个穷乡僻壤长大、完全不懂规矩的女人做王妃呢？喏，我就是提了自己的想法，可没说王爷一定会同意。我也就是试探问一句，你同意就同意，不同意就拉倒，我又不会上杆子赖着你。君清夜摸他，那他摸回去也不算是占便宜吧？他这个人最讲究礼尚往来。昨日无意间听到云华旭的话以后，他就在琢磨这个事。君清燕身份尊贵，皇帝都要忌惮几分，伦理上他还是太子的小皇叔，太子自然是不敢跟他抢人的。他可以先以君清燕女人的身份进入安宁王府，过2年让君清燕找个理由把他赶出去，那太子不至于要个二婚女人吧？他自然也想到了君清燕会不同意，毕竟是他请君清燕帮忙，若是付出报酬，这位王爷只怕也不稀罕，拒绝那也是人之常情。那七小姐是想做本王的王妃，还是不想？其实我是想请王爷帮个忙。君清燕头一次被一个女人这么摸脸，她微微蹙眉，悄然地红了耳根。帮什么忙？她从来都不是个好说话的人，上次去相府找事儿，最后不但帮云洛家退了婚，还给她主持了公道，这一次竟又被她给左右。君清燕发觉自己对云洛家的容忍度很高。我上月及笄，本来跟宁远侯府的婚事要提上日程了的，现在宁远侯府的婚事退了，我娘亲生怕我嫁不出去，急着给我找婆家，今日都出半帖要去给我说亲了。我的情况王爷也知道，残花败柳如何嫁人？我想让王爷娶了我，不必做正夫妻，等2年王爷再找个借口休了我另娶，我也可以心安理得的在家赖着了。所以本王有何好处呢？我医术武功都还行，可供王爷驱使。历朝规矩，上了皇室玉蝶，只有死和咽气冷院囚禁，没有休妻一说。妾身不用上玉蝶吧？他就随口一问，也不是非君清燕不可呀。皇家如此麻烦，他心中已经觉得君清燕不合适。七小姐，丞相大人不要脸面了，丞相嫡女做个没名没分的侍妾。云洛家也觉得不妥。得，我找别人吧。他转身刚要走，却猝不及防被君清燕一把抓住手腕，一下子就坐到了君清燕的腿上。君清燕明显身体绷紧，手上却不曾松开。七小姐对清白毫不在乎，对待终身大事也这般随意，在你看来，婚事是可以随意允诺出去的吗？那不然，我的清白给了王爷，还是我主动送给王爷？我该不要脸的哭着找王爷负责任。看到君清燕的喉结滚动了几下，云洛家那柔弱无骨的小手放到她俊美的脸颊，然后王爷大发慈悲收了我，我感恩戴德，在王爷的深宅大院，盼着王爷想起我来时来看我一眼。现代的爹妈感情并不好，父亲出轨，母亲抑郁症轻生了。云洛家忍不住在君清燕光滑的皮肤上多摸了几下。我所愿不过是自由，只是自由太难了。你想清楚，进了安宁王府，你的生活便不再平静了。我再想想。说完，他抬步就走，竟还一路小跑，生怕君清燕会不让他走似的。是他说要做本王的王妃吧？如今他同意了，他倒是生怕被赖上似的跑了。云洛家在工人的带领下往东宫走去，他和工人一起穿过一片长廊，竟没注意到在不远处的凉亭里，坐在轮椅上跟三皇子下棋的男人正看着他。而那边的君清燕一眼就认出了云洛家的背影，手中白子许久不曾落下。皇叔，看什么了？是往东宫去的方向。皇叔认识那女子？何止是认识，那可是他未来的安宁王妃呢。走，去勤政殿拜访一下皇兄。小皇叔今日不是说不找父皇？君清燕没有回答他的问题，刚进中殿，云洛家就蹙起眉头。这个熏香，七小姐不要太拘束，坐吧。太子妃在主位相坐，而云洛家则是一副山炮进城没见过世面的模样，
原本的云落家就是这样，比他还要胆怯一些。他演的还是很含蓄了，他不装一下，怎么能够让太子妃放下心来呢？听闻七姑娘是在乡野长大，回来了可还习惯？习惯，家里吃好喝好，有什么不习惯的？太子妃跟云落家聊了许多，大多数时候都是问他回来之后的感觉，但是只字不提太子。太子妃喝了一口茶水，殿外进来一名宫女，到太子妃身前禀报，说是皇后请她过去。你是不是有事儿啊？那我就先回家了，回家晚了，娘和爹该担心了。云落家起身要离开，身形不稳地晃了晃，眼神也有些迷糊。我去就回，你且在这等会儿，等我回来，在这儿陪我用个午膳。若是觉得无聊，让吴嬷嬷带着你在东宫走走。太子妃走了几步，回头看了一眼云落家，眼底似乎有些不忍之色，但一转头却依旧脚步坚定地离去了。云落家把他的反应看在眼底，他正要起身想出去走走，吴嬷嬷却按着他的肩膀，把他按回去坐好。哎呦，外头日头大，七姑娘还是在殿中坐着等太子妃回来吧。云落家轻哼了一声，微微眯起眼睛，拉住吴嬷嬷，把她一个过肩摔，就摔到了地上。瞥了一眼床上的吴嬷嬷，云落家快速走出大殿，在宫院的花坛后面躲了起来。如他所料，他刚躲起来不久，一个身穿绛紫色蟒袍的男子就走了进来。云落家猜测的没错，太子想毁了他的清白，逼他就范，然后估计还会把过错归咎于他。等着太子进了偏殿，云落家正准备离去。太子殿下，陛下召见。很快，太子皱着眉从殿内走出来，衣衫整齐，可见他还没来得及干什么。可惜了，太子殿下享受不到美人了。他安静地等着太子跟公公离去，才站起身，不急不躁地出了东宫。七小姐没事可太好了，我送七小姐出宫。哦，我家王爷让我去东宫带七小姐离开皇宫。我刚进了东宫，发现七小姐不在了，赶紧找了出来。哦，替我谢谢你家王爷，我自己可以走。他没有问君清燕怎么知道他在东宫的，想来方才皇帝突然召见太子并非偶然，只怕是君清燕有意为之。云落家对君清燕那个人印象还算不错，长得好看，脾性感觉也不算坏，心思嘛深了点儿，在皇家也很正常。只是他似乎格外的喜欢管自己的事。七小姐可是要出宫？王爷，好巧啊，上午刚见，这会儿又见到了。君清燕浅笑不语，大林子推着他走到云落家的身侧，两人并肩而行，往宫外走去。谢谢王爷。为何跟本王说谢呀？谢谢王爷帮我啊。云落家耸了耸肩，而君清燕只是淡淡一笑，没有说话。一直到了宫门口，君清燕才出声：七小姐坐本王的车吧，本王有事情要与七小姐说。这般说不行，为何要上马车说？我三哥和五哥在等着接我回去呢，我上王爷的车可能不太好。那七小姐便先跟哥哥回家吧，明日我让人去丞相府接七小姐到我府上再说。别接了，我自己去，我找得到。今日进宫以后，他发现躲避入东宫方法有很多，不一定是要嫁人。君清燕身份特殊，她的车总往丞相府去，不太好。王爷，君清燕看到他，突然觉得心情很好，腿疼也好些了。七小姐久等了。没等多久，不知王爷让我来有什么事儿？本王近来腿疼的厉害，想请云姑娘为本王医治腿疾。不知道给王爷治疗腿疾是算在还债上，还是把债留着给诊费？之前他用君清燕解了媚药，等于是欠了君清燕的债，这个债得还。还债？七小姐欠了本王什么债啊？君清燕明知故问，但云落家却是见坡就下。既然王爷不记得了，那我便报诊费了。好，只要七小姐能治好本王的腿，七小姐要什么，本王都可以给。君清燕嘴角带笑，眼神温暖。云落家却觉得他这个笑有些不怀好意，怎么那么像是给他下套呢？我觉得还是当还债吧，无债一身轻，还完了我心里也安稳。哦，本王还以为七小姐会想要本王这块玉佩呢。
既然七小姐不想要，那本王也就不强送了。从他进门，云落家的视线落在他腰间玉佩上就好几次，显然很喜欢。其实这也不着急还，我确实想要王爷那块玉佩。我很好奇啊，七小姐为何这般喜欢本王这块玉佩呢？一眼就很喜欢，就好似人与人的一见钟情，没有缘由的喜欢。既然如此，倒也算是缘分。只要七小姐医好本王的腿，这块玉佩本王就赠与七小姐，再给1万两作为诊费，如何？那就谢过王爷了。本王还有一事需要七小姐配合。王爷请说。为本王医治腿疾之事，需要七小姐保密。没问题。云落家还以为多大点事呢，医生为患者保密，那是最基本的职业操守。王爷的腿是有知觉的，只是使不上力，无法控制，还时常会觉得疼痛难忍，对吧？御医看过了，是中毒导致的。不过御医也没办法医治，只能给本王些止痛的药丸。说实在的，这个毒我也是第一次见，而且王爷中毒已久，毒素已经扩散吸收了，治疗起来会很麻烦。治疗方法我需要回去思索一下。无妨，七小姐不必着急。云落家把视线落在他腿上的那块玉佩上，正在尝试能不能这样取药。君清燕发觉了他的视线，他即刻拿起玉佩递给云落家。玉佩就当是诊费定金，待我痊愈之日，再封上白银1万两。那就谢谢王爷了。父皇说，这玉佩是母妃留给本王，赠与心爱之人，做定情信物的。云落家整个人都麻了，这手中玉佩收下也不是，还回去也不是。见他呆愣住的可爱模样，君清燕忍不住笑起来。不过本王觉得能救本王的腿，也算是物尽其用了。巧了，我与王爷的想法不谋而合，我也觉得是物尽其用了。君清燕好不容易给他，还回去是不可能还的，主要是里面很多的珍贵药材在给他治疗腿的时候还需要用上。我还需要刺激王爷腿部穴位，以便于进一步确认情况，得麻烦王爷配合把裤子脱了。大林子都惊呆了，君清燕也愣了一下。必须要脱？必须要脱。王爷放心，医者不分性别，你就当我是个男人。大林子看了一眼云落家，心中不由得嘀咕：这是想当就能当的吗？去请天吧。也好，躺着更方便些。你出去，本王自己来。君清燕示意大林子出去，大林子看了一眼云落家，不等他发话，就倏的一下飞出寝殿，顺手就关上了门。他已经尽力了，剩下的就只能靠他家王爷自己努力了。可是要现在脱了。王爷是不是不方便啊？要不然我帮王爷脱。不用，本王自己来。只见云落家看着自己，他略微垂眸，避开了云落家的视线，他只能把裤子脱到膝盖处。我无法自行全部脱下，还要麻烦七小姐。云落家坐到床边，把被子往上掀起一些，拉着裤脚把整条裤子脱下。被子虽说只盖住君清燕的关键部分，但她还穿着一条底裤，倒也不怕走光。云落家拿出银针摆放好，在君清燕的腿上的穴位扎针，一边询问她的感觉。君清燕感受着她腿上乱摸的那只小手，从耳根一直红到了脖子。她避开云落家的视线，仔细回答她的问题。在云落家的手摸上她大腿的时候，君清燕的身体瞬间绷紧，喉结不受控制的上下滚动，她一把抓住云落家要施针的手。怎么了？怕痒啊？有点。那我小心些，这里可会比别处痛些。确实有些。君清燕垂眸看着认真的云落家，她抿了抿唇，身侧的手握了握又松开。她其实不怕痒，只是云落家手的触碰让她有些紧张。检查完后，云落家顺手把被子拉下来，一抬头，这才看到君清燕红透了的耳根和脖子。王爷这般纯情，不会府中连个侍妾都没有吧？有又如何？没有又如何？也不如何，我只是觉得有趣。王爷的情况我已经清楚了，明日我带上药过来，给王爷针灸药浴。王爷让人准备好浴桶和热水。七小姐明日何时过来？
明天没事的话，跟今天时间差不多过来。王爷时间方便吧？方便。那我就先回去了，明天见。不好意思啊，王爷，昨晚喝了点酒，起晚了。无妨，七小姐不用这般着急，本王让人给你准备了些糕点，先进殿休息一会儿。云落家坐下来稍事休息。昨日让王爷准备的浴桶和热水，可准备好了？准备好了。昨日喝了多少酒啊？今日竟然起晚了。哎呀，就喝了几口，二哥酿的桃花酿后劲太足，事后定要少喝些。先拿过去放浴桶里泡一会儿，我一会儿去给王爷斟酒。大林子接过药包进了内殿。金青燕见云落家连着吃了2块芙蓉糕。七小姐起晚了，所以没吃早膳就来了。我是个比较守时的人，起晚了没道理还要磨磨蹭蹭的吃饭，晚些时候回家吃一样的。哎，本王不着急，七小姐吃了再给本王医治。君青燕抬手正想吩咐婢女，真的不用，我得早些回家，还有事呢。是在内殿泡吗？我推王爷进去。有劳七小姐了。君青燕见他不愿在这儿吃，便也没再多劝。轮椅有些重，若是七小姐推不动，本王换大林子过来。不用，这么近。大林子把药包放进了浴桶，又出来换了云落家。云落家让大林子把君青燕扶到床上，帮忙把她的裤子脱了，他需要先给她扎针。虽说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，云落家的手落在她腿上的时候，君青燕的身体还是忍不住绷紧了起来。云落家抬头对他笑了笑：王爷别紧张，不会很疼。王爷应该不是怕疼，可能是因为你先出去吧。等等，你等会儿还要把王爷抱进浴桶呢。大林子本想给君青燕制造跟云落家独处的机会，这会儿又无奈地回来了。王爷属意七小姐，为何不直接挑明呢？本身七小姐也有意做王妃，您直接娶回家多好呀。她不喜欢本王，再者，本王这般如何迎娶她？这双腿连站起来都做不到，如何迎娶她？王爷怎么知道七小姐不喜王爷？本王看出来的。云落家当时提出做她的王妃，只是一时冲动，现如今想明白了因果厉害，估计并不那么容易答应。娶回来是一定要的，可是他也希望对方是心甘情愿地嫁给他。大林子一时无言以对，君青燕抬手示意他也出去。你怎么出来了？他泡药浴守着点儿，他的双腿无力，万一滑进去了怎么办？我惹了王爷不高兴了，王爷把我赶出来了，要不麻烦七小姐去看着点吧。小林子呢？他肯定很愿意，要不然找个婢女也行。云落家倒是不会觉得不好意思，他主要是怕君青燕不好意思。小林子被王爷派出去办事了，王爷从不让女婢近身，平日都是我跟小林子近身伺候。这么多事儿。君青燕闭目养神，听到走近的脚步声，他没有睁眼，只是淡淡的开口：出去。云落家没有理会他，只是走到浴桶边上。君青燕猛地睁开眼，下意识就想出手，但看到是云落家，及时收住。王爷穿着衣服泡，怎么还害羞啊？按照传言，君青燕是这里王朝的战神，残忍暴力。传言不可信就罢了，他没想到君青燕竟然如此害羞。本王并非害羞，而是不喜欢旁人靠近。哦，所以什么？七小姐不知道非礼勿视吗？爱美之心人皆有之，王爷长得好看不就是让人看的？你露锁骨了，我就大大方方的看，又不是我扒了你的衣服看的。所以什么？王爷的话别说一半呀。本王从不喜欢女人触碰，所以按理说七小姐强了本王，且说了对本王负责，便应该对本王负责。云落家懵了，他没想到所以是这个，早知道他就不问了。看到云落家发呆的样子，君青燕哀怨地叹了一口气。本王没想到七小姐说的负责，竟然是给本王治疗腿疾。云落家再怎么能说会道，这会儿也是无话可接了。王爷认真的？本王从不说笑。君青燕浅浅笑着。王爷真的是没碰过别的女人？他从没想过这君青燕还是个雏啊，谁家皇子皇孙20几了还没碰过女人？本王14岁就上战场了，20岁方回来，回来后不久就瘫了。何来的女人？
怪不得。用手机看这么精彩的视频不过瘾，用抖音电脑版看，大屏看游戏更爽更高清。小窗模式工作娱乐两不误，下载抖音电脑客户端，还可以免费设置颜值博主专属动态壁纸，快去下载抖音电脑版体验一下吧。云洛家抿着唇，忍不住笑起来。怪不得他那天不太行，第一次不太行很正常。怪不得什么？没什么，针该取了，我给王爷取针。那日确实是我对不起王爷，但也实属无奈之举。我这个人啊，放荡不羁爱自由，不是说不愿意对王爷负责，只是我这个人接受不了跟别的女人共侍一夫，更不可能做妾，而王爷的身份注定不可能只娶一人，而且你我之间也就只是发生过一次关系，并没有什么感情基础，强行结为夫妻才是对彼此的不负责。王爷觉得我说的对吗？本王可以做到永不纳妾，感情的话，日久生情也说不定。你爱自由，本王可以给你绝对的自由，还可以为你撑腰。有本王撑腰，在这李朝，你大可以横着走。王爷也说了，是说不定，万一生不出来情怎么办？到时候，王爷是把我打死，还是关在冷宫？那日是本王逗你的，本王怎会那般对你啊？在你心中，本王是那种残忍之人？这直球打的是云洛家措手不及。君清燕这意思是要娶她，而且是那种认认真真的结婚。不好意思，我暂时并不想嫁人。王爷还需要再泡1个时辰，我去让大林子给你加点热水。我家里还有些事情，就先走了。后日上午我再来。面对君清燕直白的心意，云洛家心虚的跑了。君清燕看着他被狗撵了似的背影，无奈的低声一笑。果然是不行啊，